嘿，大家好，我是 Justin 教授，我又来了。其实我已经5个礼拜都没有来，原因呢是因为我老婆不允许我拍影片。没有，其实重要的是就是要回答今天的问题，台湾最尴尬的问题。我知道你们想要我讲关于绿红的代志，我跟你们说了哈，不要把别人的痛苦当作开玩笑哈，除非呢是可以增加我的点阅率。没有，开玩笑，我不讲绿红的事情哈。还有呢，蓝绿。没有，这个都不重要。我这5-6个礼拜呢，就是在考虑对台湾最重要的、最一些尴尬的问题。因为过年快要来了，我们都知道要回去的时候，虽然说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但是呢，就是会遇到那些就是有点讨厌又有点可爱的长辈，就像我这样子哈，会问东问西啊。那最近我跟我的好的朋友哈黄阿姨来问她，我要怎么面临到这些问题，因为其实她都是会问这些问题。By the way， 如果你们还没有看过黄阿姨的那个影片哈，你们赶快看，一定要去看。最主要呢是我们回去过年的时候，那些长辈都很爱问东问西啊，可能啊是因为不知道该干嘛。像我啊，我在台湾这么久啊，今天我就是帮助你们比较年轻的人，像我以前一样，要如何面临到这些又可爱又讨厌的长辈。第一个问题就是这样啊，你可能交了男女朋友啊，有一阵子，然后哈，他们就会问说，啊，你们哈在一起这么久哈，啊，你什么时候要结婚呐？所以呢，通常我们就会比较礼貌一点，说啊，没有啊，就以后再说。但是为了避免以后就是重复来的问题，我们就这样来讲好了。等你收到红色的炸弹，你就知道我哪一天要结婚的。Game over。那第二个问题，好了，你们已经成功的结婚了，你们已经超越那个第一个问题。然后呢，回去过年的时候，黄阿姨来问你说啊，你们哈结婚的哈，你们年轻那对哈啊，你们什么时候要生小孩啊？那这个呢，几个原则。首先，依我的看法，管你什么，你还问我这种问题啊？不是你要去付那些尿布的费用或是什么奶粉，但是当然我们不能不礼貌，所以我们可能会说，这顺其自然嘛。可是我们都知道哈，黄阿姨啊，她不会接受这个顺其自然啊。她说啊，你们就是结婚不是为了生小孩吗？啊，那不然阿姨哈，是不是哈，你可以赞助一些奶粉跟尿布的费用啊？因为毕竟啊，现在环境不是那么好。然后呢，如果他还有个问题说啊，大致上你是不是不会生了？我会问他说，那你要不要来帮忙？我不知道这个帮忙是什么，你们自己想哦。好了啦，那你已经成功了，你已经有生出来第一个，不要以为这样就结束啊，因为再来就变成说啊，你们已经生了一个，要不要给他另外再生一个，给他一个伴嘛，对不对？就一男一女啊。首先我要怎么保证第二个小孩是另外一个性别了？没有办法保证啊，我也不是上帝啊。第二个奶粉真的很贵啊。第三个，也许我不想要生第二个，我已经被第一个累死了。但如果你遇到这个情形呢，你要怎么回答黄阿姨？我的建议是这样回给他，就该怎么生就会怎么生嘛，不是他一定会对这个不满啊。所以我想，如果他再问下去，你就跟他说，为什么你是想要赞助吗？是想要认养吗？这个他应该马上就点嘛。好了，第4个问题，又是一个非常尴尬的，我们在西方国家不会问的。黄阿姨说啊，我儿子今年连了40个月的年终奖金，或是我女儿领了6个月的你们领了多少啊？这个我一个很简单的很有用的回答，你就跟阿姨说，阿姨谢谢你告诉我了，因为我最近要买房子，那我就知道我可以从谁借钱毕竟你们突然一大笔的啪到你们的银行里面这真的是个好消息啊。因为说实在，我的消息不是这么好啊，我们没有领多少啊，感谢你们多支持多支持，这样我才可以多生一个小孩。好了，遇到这个情形，你可能已经生了小孩子一段时间了，小孩子已经在读学校，长辈可能会问你说，我们小孩读那个国中考了第1名啊，都拿到奖学金啊，你小孩考得如何？我就会回答说，小孩子很不错啊，他班上考了第25名，全班28名。黄阿姨一定是我说呢，
就是小孩子一定要幸福快乐，还有运动健康啊，所以至少没有到最后还是赢了3个人就好了啦。那如果黄阿姨还是想要炫耀一下，可能会说我的那个孙子他去年台大，你是念什么的学校？那我就说阿姨我是已经在工作啊，但是我小的时候有念哈佛幼稚园。你看我有证明啊，我有哈佛的外套啊。所以虽然说我没有念到台大，但是至少有念哈佛的幼稚园就好了。那我们已经讲到那些外在的东西，我们还有就是外表的问题有的时候黄阿姨会跟你说，你好像今年变胖了一些或者你变胖了，怎么回答呢？怎么样的礼貌的回答？我们就说没有我只是可能穿的衣服多一点不过有胖的话就是人缘是好。阿姨好像你的腹肌也增加了不少看起来很有福相，我想要多跟你学习你最近是不是要换新的衣服就用一些那些40个月的年终就好了，挑那种比较尺码比较大一点，阿姨会比较舒服就不会那么流汗阿姨我看你在流汗这样不好了，尤其是已经是冬天了嘛，要记得衣服不要穿得太厚了不然可能会增加身体的负担。我是为了你的好。好，以上是我过去的这么多年在台湾的经验，然后挑出的一些简单的回答，希望大家可以很安全的回去，好好的享受跟你们家人在一起。但你要记得其实有时候长辈问这些问题不是想要特别的不礼貌，当然他们不是真的想要不礼貌，也许有一点点但其实主要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该问什么，可能已经1年没有看到你，那就是问你这些有的没的。而且我必须承认我发觉连我自己都是别人这样，我在外面遇到小朋友就说你以后要做什么的然后连我看到一些年轻的学生说你们什么时候要结婚希望大家过得非常的平安，下次再见，拜拜。教西洋文学比较哲学的教授竟然也可以教你脏话和色色的话，但母语人士说话的时候大部分都是用 informal language， 这就是为什么你除了学校真的要跟母语人士对话或看电影、影集、YouTube 等等，你会觉得非常的挫折，怀疑自己根本没有学过英文。我在台湾30年，我教过太多的学生，其实大部分的学生不太想要开口在别人的前面，我已经解决这个问题。我设计的这一门课就是为了让你们可以很放心的用英文，不会误解外国人在跟你讲的意思，也会知道如果人家在骂你，就不会在那边说thank you。可是有一些场合用 idiom slang 会不会不够礼貌？别担心了，我会教你同句话转成比较日常或是正式的说法。我挑选会出现大量口语用法的 action、comedy、rom-com、stand-up comedy、reality show， 整理出近1000个 idiom。我敢保证，这些用语都会出现在你和外国人的对话或者你看过的英文电影和影集中。这样同个情形，你可以自由的换成正式和口语的用法。这个你一定要用 Jela App 才可以试读课程预计有165个单元，55个小时，听起来没有开玩笑，很丰富，对不对？没有人敢教的英文，教授带你有深度的学。